高冷舍友有梦游症，他每晚总是爬上我的床，对我亲亲抱抱，我不堪其扰，却又有点享受。直到某天，我意外发现了舍友的体检报告，上面显示他健康的可以捶死一头牛。不是，那他每晚爬上我床干嘛？察觉到床帘被人掀起时，我自然的往里面挪了挪，眼皮都懒得掀，但接着我就被人从后面抱住了，炙热胸膛贴着我的脊背，后脖梗被人不停的啄吻着。我不耐烦的用胳膊肘往后对了对，低声斥责：陆朝，你梦游归梦游，能不能别老嘬我脖子？有时候我都感觉我跟个绝味鸭脖一样。陆朝嘴上的动作不停，手还一直摩挲着我的腰，很快亲脖子的动作改为亲我的脸颊，灼热呼吸扑面而来，轰得我头皮发麻，真是造孽啊！谁能想到拉出去可以撑起大学城门面的校园高冷男神陆朝，背地里是个梦游症患者加无耻之徒，每晚雷打不动的爬上我的床，对我亲亲抱抱，各种耍流氓。凌晨时又突然自己坐起，木讷的回到自己床上继续睡觉，跟个机器人一样。睡醒后就不记得自己前一晚干了什么，我每次都想反手给他一耳光，让他醒过来看看自己在干什么狗事，但一想到强行唤醒梦游中的人可能会让人大脑受损，怕他变成只会阿巴阿巴的傻子，我还得负责他的后半生，于是我只好忍了又忍，也不是没想过白天直接告诉他梦游吃我的豆腐的事情，只是每次我一说这事儿，陆朝那冷冷淡淡的眼神就瞥了过来，梦游不可能，你有证据，活像我在污蔑他一样，我他妈又不能每晚摆个摄像机拍他对我耍流氓的全过程吧，那放出来都得打马赛克的程度，我的脸还要不要了，我将来还怎么找女朋友？我直男的尊严荡然无存，于是我被逼无奈只能摆烂，懒得再和他沟通，继续和他做着关系冷淡的舍友，谁都没有再提，反正只要保护好我的初吻和苦碴子，其他就当无私献身了。就在我为自己逝去的节操暗暗惋惜时，嘴巴突然被人亲了一下，啵的一声，在安静的宿舍里分外明显又暧昧，我一下就精神了，不可置信的看着眼睛半垂神情木讷的陆朝，你亲我，你他妈偷亲我，靠亲脸就算了，你连老子的初吻都要夺走，滚滚滚！他没有滚没有回话，甚至低头做事要再亲一下，我又气又骚，急忙想推开他，但是陆朝本来就长得比我高多半头，体型也比我大1号，平时他打球运动的时候，我却在宿舍里宅着，力量悬殊，所以根本推不动他，反而一双手都被他无情攥住，强势冷酷，我更慌了，怕吵醒熟睡的舍友，只能尽力压低声音斥责他，陆朝，你完蛋了，你给我撒手，再耍流氓我就直接把你踹下床，让你清醒清醒，听见没？要亲！他突然含混的说了一句话，吐息滚烫，我欲哭无泪，亲个头啊！你清醒一点，我是直男，你也是直男，亲完嘴咱俩就完犊子了。可陆朝只是木讷的看着我，死犟死犟的要亲，我彻底服了。今天要是不让他得逞，这一晚就不要想睡了。想着明天满课，我只能无奈道：亲快点亲，亲完就睡觉，喂别伸舌头啊！陆朝的眼睫毛动了一下，然后就低头亲了下来。第二天起来时，舍友大壮看着我有点肿的嘴唇，关心道：小然你上火了吗？嘴唇咋又红又肿的？瞥了眼正在那里穿鞋的陆某人，我冷笑一声，被狗咬了，那要不要打狂犬疫苗？不用，下次我咬回去。啥？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没多解释，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该给他解释。我昨晚被人按在床上亲了半天，说了别伸舌头，某个狗东西不听，反正老子的初吻就这样彻底没了。我揉了揉有点烫的可怕的脸蛋，暗下决心，今晚我不咬死陆朝这个狗东西，我就不姓温。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从早上开始，突然变天，气温骤降，只穿了件卫衣来上课的我直接冻到打颤。阿 T， 我抽了抽鼻子，愈发感觉头晕眼花起来，都怪陆朝，害我每晚脸红心跳睡不好，免疫力肯定降低，坏了要感冒了。正暗自幽怨时，旁边突然递过来一件外套，黑色的冲锋衣，还是某足鸟牌子的，4位数打底，和我那某宝19块9包邮的劣质外套天壤之别。我萌萌抬头，发现第一副的人竟然是陆朝，温然冷的话先穿上。我瞅瞅陆朝，又瞅瞅那件衣服，果断拿过来穿上，不穿白不穿，他自己晚上做的孽，偿还一下也理所应当。只是外套里还残留着男生清冽的气息，和每晚扑撒在我脖子里的味道一模一样，让我莫名感觉老脸一红，嗓子干痒。陆朝谢了，客气。陆朝冷淡回应，仿佛刚才只是做了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只是他手腕上的新款智能表一直滴滴滴的响着。他晚上不代表还好，白天只要我一靠近，就总能听到滴滴警报声。我有时候怀疑陆朝可能有点心脏早衰或者心律不齐什么的，大概是察觉到我的目光落在他的表上，陆朝像是无意般的把手表捂住了。我撇撇嘴，切渣男大猪蹄子装什么装？白天再怎么冷淡，晚上不也是暗示到我床上耍流氓？结果这一晚，陆朝却没来我床上。我茫然的掀起床帘朝他床位看去，他的床帘里黑漆漆一片，按道理应该是睡了过去，可是这都12点了，大壮呼噜声都扯起来了，陆朝怎么还不来我床上？难道他今天睡得晚，所以没梦游？我万分迷惑的躺了回去，不来最好，我今晚不舒服，乐得睡一个安稳觉。于是我美滋滋的抱着被子翻了个身，但是直到凌晨2点，我都没睡过去，辗转反侧，整个人愈发焦躁，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是大壮的呼噜声不够响，还是小凯的磨牙声不够大？最后疼得一下子坐起来，咬牙切齿的盯着陆朝的床位。妈的，是我被这个狗东西吃豆腐吃出习惯了，一晚不来我都不适应，浑身难受的像是闻不到猫薄荷的猫。造孽啊！我对着空气无能狂怒，疯狂挥拳半天，最后无奈认命了。靠他不来，我去不就行了吗？就在我一边流鼻涕一边想借口怎么去陆朝床上时，我听到有人爬上了我的床梯，动静很轻，抬起脑袋一看，便看到一个熟悉的人正在掀我的床帘，宽肩窄腰，五官轮廓立体。我不自觉松了口气，主动挪了个位置，嘴上却小声嫌弃道：陆朝你好烦呀，怎么又来？陆朝如往常般没搭话，而是径直躺在我身边，然后手一勾一搂，我又进了他怀里。大概是男生爱打球爱运动的缘故，此时他身上暖烘烘的，让人倍感舒服。我贴着他的脖梗打了个哈欠，又故意用额头撞撞他的下巴，絮絮叨叨威胁着：别乱动，听到没？今晚我生病了，你不能亲我，像昨晚那样耍流氓的话，我就咬死你，离我远点，抱这么近也不怕被传染。要是你被传染感冒，明天我可就解释不清了。陆朝垂着眼，直勾勾的睨着我。今天天气阴沉，月光都淡了几分，昏暗的床帘里更是漆黑一片，我有点看不清他脸上的情绪，反正
除了木讷和愣着，应该也没什么其他表情。又打了喷嚏，我也没多管这个梦游的火，困恹恹的闭眼睡觉。这次没再觉得少了什么，在生病的副作用下，很快坠入梦乡，心满意足。只是隐隐被自己咳嗽醒时，好像有人在轻拍我的后背，还给我递了杯热水。我喝完后又被抱得更紧，睡意朦胧间，感觉这人的胸膛暖得醉人，连落在我脸上的吻都温柔的不像话。我眼皮更沉，哼哼着呜咽了一声，就彻底睡熟过去了。梦里一片温情，是我无比渴求的。次日醒来时，陆朝已经照例不在我床上了，但感觉我的枕头上还有他洗发水的香味儿，我没忍住抽抽鼻子，挺好闻的。呸！我现在都这么不要脸了，偷闻人家的味道，活像个变态男童。要是陆朝这么恐同的人知道，大概那张脸都能黑成锅底吧。搓了把脸，我掀开一点窗帘，小心翼翼地看向某人。有早课时，男生一向起得很早，每天轻手轻脚的洗完澡后，就坐在那里看会儿书或者玩会儿手机才去上课。明明有可以肆意妄为的资本，却总是自律又守礼。现在他正坐在自己的桌子旁，一边闷声咳嗽，一边喝着热水。我套上衣服，翻身下床，纠结片刻后唤了他一声陆朝。陆朝撩起眼皮朝我看过来，眸子冷冷淡淡的，手腕上的手表骤然开始滴滴警报，挺吓人的。怎么了？我原本想问问他是不是感冒了，却咽了回去，犹豫道：“你是不是有点身体不好呀？”陆朝回我：“降温有点感冒。”不是，我是说你是不是有点心脏早衰或者心率问题？因为我总是听到你这个表一直叫。他一顿，随即轻咳一声：“打扰你了。”他径直低头在表上设置着什么，滴滴声戛然而止。全程他的脸上神色很淡很冷静，没什么异样，甚至那个闲散的坐姿像极了什么顶流明星在那里派花苞。抱歉，以后不会轻易响了。那就行。我抿抿唇，干笑一声后转身去洗漱。白天心脏不好，晚上梦游耍流氓。陆朝这人毛病还挺多。神思不属地洗漱完，我拿着书和舍友大壮一起去上英语早读。说来可恨，陆朝这种人因为高考英语满分，教授直接让他免修英语，所以他不用上英语早读，不用上英语课。同样是9年义务教育出来的大学生，差距怎么这么大？这种不服搞得我每次和大壮早起去上该死的英语早读时，都会忍不住羡慕嫉妒恨一番。而我今天刚提到陆朝，大壮却莫名脚步一顿，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活像黄鼠狼偷鸡前的猥琐试探。我不解询问：“怎么了？我欠你钱了？”大壮嘶了一声：“不是，是你说到陆哥，我昨晚好像隐约间看到他上你床了。”这个我以为是陆朝梦游被他看到了，有点尴尬的不知道怎么和他解释，毕竟这是人家的私密事，我不好多说什么。可大壮却继续道：“我以为是我睡迷糊看花眼了，就没在意，结果没一会儿就发现他翻身下了床，去倒了杯热水，又爬上了你的床，再然后我就好像听到他在哄你喝水，还挺温柔的。”我面露惊悚，不可置信：“你说什么？陆朝昨晚照顾我？”大壮犹豫点头：“应该是，但我不确定，当时太困了，也可能是我看花眼了吧。”我僵在那里，此时心里满是操蛋之情。如果大壮说的是真的，倒谁哄人？梦游情况下的陆朝会做出这种举动吗？答案是不会，所以陆朝他可能昨晚并没有梦游。不理解，我真的不理解，陆朝搞这一出想干什么？捉弄我，欺负我，总不会是看上我了吧？所以才跟我玩这死出。可我是个男生啊，他也是男生啊，还恐同啊！我捂着屁股，脸色几变，瞬间想冲回宿舍揍他一顿。算了，打人不好，我要不还是给陆朝下点泻药吧，让他吃完在厕所拍狂飙，一路直上云霄。但思来想去，我最后在窝囊和生气里选择了窝囊的生气。没办法，人家他爸是财经新闻里的常客，而我户口本上只有自己，无依无靠的，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不想给自己多惹麻烦。不过我首先得先确定一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梦游。下课后，我忧心忡忡地回到宿舍，一进门就发现陆朝还在那里坐着。听到我的脚步声，他径直朝我看过来，眸子黑沉，眉眼疏散，一副薄情又冷淡模样。以往他要是这么看我，我肯定以为自己哪里惹到他了。现在他这么看我，我就直接先夹着屁股窜上了床。这么一躲，就到了晚上。熄灯后，宿舍一片漆黑，大壮的呼噜声照例响起。我躺在床上玩手机，没一会儿，我的床铺照例轻轻晃动起来。陆朝又来了，他熟练地爬上床，躺到我身后，抱住我，缩我的脖子，呼吸热气轰得我耳朵发烫，烦人又粘人，存在感极强。但这次我没给他一胳膊肘，而是慢吞吞地转身和他面对面。只见陆朝依然是垂眸木讷，神情呆滞，怎么看怎么不像是装的。陆朝我轻声唤他，他没有任何回应的举动，踌躇一下，我抬手狠掐了掐他的脸，然后火速缩回手，生怕他揍我。可陆朝没动，没叫痛，甚至连眉心都没蹙。我攥着拳头做事要揍他一下，可眼看我都要揍上去了，他的眼皮也没有条件反射的闭上，只是机械又反常的蹭着我，亲着我，和梦游症患者的症状一模一样。我悻悻收回手，犹豫片刻后又主动亲了一下他的脸。陆朝没反应，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得来点狠的。我心一狠，直接凑上去亲了一下他的嘴，还没皮没脸的说着羞涩情话：“陆朝，我喜欢你，我超级喜欢你，你要是清醒的话多好，我就可以和你谈恋爱。”说完，我就仔细观察着他的神情，他要是对我有企图，我这种举动肯定会使他欣喜若狂吧。结果等了半天，陆朝还是那么呆板，眼睑半垂。总之试探了半天，他对我的各种刺激行为和话语都没有任何反应，妥妥地深度梦游中。我拿着手机沉默了，百度说的方法都用完了，陆朝完全符合梦游患者的特征，看来是我昨晚感冒的都迷糊了。大壮也看花眼了，陆朝这种恐同的天之骄子怎么会每晚借着梦游来吃我一个男生的豆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彻底松了口气，喜滋滋地窝进他怀里打了个哈欠，却丝毫没注意到男生半垂眸子里一闪而过的晦暗和笑意。梦游次数多了起来后，我和陆朝在宿舍的关系就变得有点微妙起来。从前点头之交普通舍友，如今我单方面多了点不自在和心虚，甚至把每晚对他的小脾气用到了现实里。陆朝却一点不恼不冷漠，和梦游时的他脾气一样好。最严重的是有几次上课时，陆朝坐在我身边，我竟然下意识朝他靠过去，反应过来时惊得一身冷汗，尴尬逃离，不敢看他的眼神。可在人后，他依旧每晚梦游来我床上，而我也从不适应到适应，再到习惯，最后他晚来一会儿我就有点睡不着，他还是会耍流氓，每晚都弄得我面红耳赤，好几次急匆匆推开他窜进卫生间，我气血方刚的，有点反应多正常。
常，但这不对劲相当不对劲。他是男生，我也是男生，我怎么能对一个男生有这种生理反应？怎么会对一个男生有依赖之情？都大学生了，不是什么傻子，自然懂得依赖之情代表着什么。我试图摆脱这种性取向不受控的感觉，结果没几天陆朝要代表院里去比个赛，好像是什么篮球比赛，有几天都不回宿舍住。知道这个消息起，我就顾不上什么对劲不对劲了，直接焦虑起来。他走了，我每天晚上怎么睡？这种焦虑让我当天上课都有些走神。恹恹的回到宿舍时，发现我的桌子上摆着一份体检报告。大壮，这是你放我桌子上的？打游戏的大壮抽空回了一句：哎呦我去，那是陆哥比赛用的体检报告，他今天集训不回来，碰见我就让我带回来。我着急玩游戏放错了，你帮我放到陆哥桌子上吧。哦，比个赛还有体检，够麻烦的。我也没多问，拿起来准备放陆朝桌子上去，但鬼使神差的，我随手翻开他的体检报告看了看，185cm82K 巨无病史，无猝死家族史，肝功能正常，肾功能正常，肾功能我持保留意见。我觉得他这种梦游都这么色的人，肾功能得翻倍，心脏也正常。那我总是听到他手表滴滴响是什么原因？不是早衰。我百无聊赖的又往后翻了翻，看到了最后一项，精神病史和心理状况。现在运动员还检查这项，这是怕比赛时发癫。我乐不可支，视线下移，精神状况那一栏的检查结果很长，都是显示正常，但其中一行字让我瞬间懵在原地，脊背发凉，无梦游等异常症状。我躺在床上又气又骚，气的是陆朝竟然在骗我，他没有梦游，他正常的很也可怕的很。臊的是他用这个借口占我便宜，吃我豆腐。我每晚和他说的心里话，耍的小脾气，被他青红的脸，被他摸软的腰，以及逐渐变化的性取向，所有变化他大概都看在眼里。我狠狠搓了把脸，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可耳朵尖却愈发烫人。我一直以为陆朝是个恐同直男，军训第一天，他靠着一张 gay 圈天才的帅脸杀疯了，很快就有艺术院的漂亮学长来和他表白，各种关怀他，甚至追到了我们宿舍里骚扰。陆朝嫌弃不耐的神情至今还在我脑海残留着，所以他原来真的是男同，只是隐藏很好罢了，而且早就盯上了我，对我蓄谋已久，然后用梦游这种手段拿捏我。他那个智能手表老是响，不是因为心脏早衰，是因为他馋我，他心动，他骚，他臭不要脸啊，狗东西！我越想越气，越想越羞愤，直接戳开陆朝的微信，气呼呼的发了个表情包，呵呵 JPG。本该在集训的男生秒回，怎么了？我噼里啪啦打了一大段辱骂谴责他的话，发送前突然冷静下来，不对，既然他给我玩心眼子，欺负我，我忍不了，但提前拆穿就没意思了，要让他自己绷不住掉马。然后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鄙视他，获得主动权。我吭哧吭哧删掉那一大段话，转而客套道：没事，比赛加油。谢谢。我没回他，他忍不住搭话：温然你怎么还没睡？我故意道：哎，今天睡不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你不回来，我不知道要不要给你留门，大概回不去了。今晚集训完，明天直接去临时比赛。好吧，那你加油呀。隔了片刻，他又补充道：那个我会尽量早点回来。陆朝比赛去了3天，这3天我天天给他发微信加油鼓劲，然后故意隐晦又笨拙的问他什么时候回来。陆朝误以为我没了他睡不好，急得跟个什么似的，但微信却又是一副高冷正经的样子。我乐不可支，只等着他回来后好好报复他。很快陆朝结束比赛回了学校，那天正好是元旦假期第一天，大壮和小凯都是本市人，直接回家过节。我没有去处，便一个人宿舍睡觉。睡意朦胧间，感觉有人回来了，他没开灯，动作很轻的收拾了下东西后就去洗澡。很快卫生间水声停了，陆朝上了自己的床，我翻了个身，等待某人来临。约莫快12点的时候，床帘被人准时撩起，陆朝抱住我，不停地啄着我的后脖梗，亲亲。我转身回头和他面对面，故意主动和他贴贴，声音温软：你终于回来了，我好想你啊。某人亲我脸颊的力道重了几分，好，他兴奋了，他上钩了。我开始变本加厉，专门撩拨他：陆朝哥哥，我想摸摸你，之前都是你主动，今天我想主动一次，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我故意用手指摸着他的眉骨、鼻尖、下巴、喉结再往下，感觉到男生的肌肉一下子被刺激的紧绷，但又迅速放松下来，欲盖弥彰。借着床帘外微弱光线，我看到他的眼底都忍得红了，活该！我下学期会换个宿舍，远离你，希望你的梦游可以变好一点，别随便上舍友的床，最好别梦游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对你是什么感觉，就隐隐感觉自己不对劲起来，怎么办？我好像不喜欢女生了，喜欢上了男生。你好烦，都是你把我带坏了，我还挺喜欢这种被需要的感觉的。可是清醒时的你太高冷了，还恐同，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说明白。哎，反正我现在说什么你也听不到，算了，不说了。我又想了想，我其实配不上你的，你对我应该也没那个心思。陆朝，如果你喜欢我的话，睡醒后应该也会和我表白，可是你没有，所以这个梦游看来只是个意外。我原本还在那里认真演戏，结果演着演着，情到深处，心里不自觉泛起一点酸，情绪也荡了下来，说话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心里话全都吐了出来。是啊，他喜不喜欢我还不一定，可能只是一时兴起或者捉弄，就算喜欢，这种特别的喜欢能持续多久也是未知数。我就因为人家每晚来我床上，所以产生了不该有的依赖之情和习惯，挺臭不要脸的，缺爱缺到这个份上。陆朝，明天我就和你说清楚你梦游的事情，我们好聚好散吧。不准！一直装傻充愣的男生突然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话，眼神格外清明。他不装了，温然，我不想和你好聚好散，梦游不是意外，是我蓄谋已久的。对不起，我喜欢你。陆朝自己主动掉马了，我即使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是傻在了那里。那种感觉就像是熟透的苹果终于掉落下来，正中我的脑袋，砸得好半晌说不出话来。陆朝看我没反应，有些紧张地撑起一点身体，认真且急切地和我表白。他说他本身就喜欢男生，只是讨厌其他男生的频繁骚扰，又没有喜欢的人，所以一直装恐同直男。没想到一进大学宿舍
舍就对我这个直男一见钟情，于是他只能想了个梦游的损招靠近我。既然你对我不抗拒，那可以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吗？陆潮直勾勾地看着我，怎么说呢？平时高冷寡言的校园男生，此时卑微的跪在我床上说要我给他一个机会，还挺爽的。我眨眨眼，假装矜持，我考虑一下，考虑不是拒绝。陆潮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从那天起，他没再梦游，我恢复了自己睡觉的正常生活。奇怪的是，导演没不适应，因为白天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呈指数型增长，一起吃饭，一起上下课，我去看他打球，给他送水，也会一起看电影。有人和他表白，他会火速拒绝，然后转头和我解释，那双冷淡好看的眼睛里都是我，让我有一种被人很好的爱着的感觉。其实感觉挺不错的，不错到我觉得自己应该很快会和这位天之骄子来一段特殊又甜蜜的校园爱情。直到那天，我结束一场考试后，准备出学校，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寒假兼职。大一学期快过去了，虽然有各种奖学金打底，但是我依然要努力赚钱。别的同学有父母每个月按时给生活费，我没有，我得自食其力。这份窘迫我坦然不隐藏，但总归有些自卑。刚走出校门，我就被人拦住了，带着点老家方言的中年妇女兴奋地拽住我的胳膊：“小然，你咋不回姑姑电话？姑姑可想死你了，生怕你在这大城市读书吃不好穿不好的。”我直接拽出自己的胳膊，面色冷淡：“我爷爷的房子我已经明说了放弃继承，您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姑姑假笑着拍我一下：“看你说什么话呢？你就姑姑一个亲人了，姑姑这不得关心你吗？房子不房子的多伤感情。”我没搭话，只是不耐地看着他。父母在世的时候，姑姑和我家关系还算是不错，逢年过节也互有往来。可父母因意外去世后，爷爷想养我，姑姑却明里暗里的反对，最后还是看在老人的坚持下无奈同意了，把我的户口迁进他家，才能继续上学。可老人只要给我花一点钱，他就算计得不得了。他儿子还欺负我，那副尖酸刻薄的模样让我记忆犹新。没几年爷爷病重，临走前他想把房子留给我，却被姑姑直接夺走。年幼的我被赶去了孤儿院，一直自己生活。成年时为了把户口从姑姑家迁走，我被迫放弃了爷爷房子的继承权，和他一家单方面断绝了联系，靠着打暑假工攒够了上大学的学费。其中苦楚只有自己知道，被珍视被关心的感觉是什么，我很久没有体会到了。看我不吭气，姑姑跟个没事人一样伪善的笑着，看你上个大学出来都不认人了，没事我就去打工了，懒得和他多说，我转身就走。姑姑这才急了，她赶紧开口：“其实姑姑呢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表哥最近准备结婚了，人家女方要3万块钱彩礼，姑姑没有，你能不能给姑姑一点啊？”我笑了，3万块钱也不多，人家女方也没要很多，你们应该出得起，而且你看我像是有钱的吗？姑姑嘿嘿一笑：“你父母的死亡赔偿金不是还在吗？”我彻底冷了脸，赔偿金至今赖着没到账，我没钱有事我先走了。我转头就走，姑姑看我不给她脸，急了，再次扯住了我的胳膊，面目狰狞大声嚷嚷：“我从小养你，给你吃给你穿，现在问你要点钱你都不给，温然你的良心狗给吃了吗？”干过农活的她力气颇重，指甲都要抠进我的胳膊里，拉扯的动作让不少同学好奇地看了过来。姑姑更是开始撒泼：“今天你必须得给我这笔钱，不然我就让你在这里读不下去，给钱！”我反手就要甩她的手时，一个篮球呼啸而来，径直砸在姑姑的手上，她嗷的一声抽回手，看着那个在地上弹来弹去的篮球，我茫然回头，就看到陆朝正大步走过来，他直接将我护在身后，居高临下的逆着姑姑，强势又不耐撒什么泼呢？这倒是把姑姑短暂地震住了，但怎么会难倒她？直接躺地下开始大呼：“打人了，大学生们打人了！我要报警，没有王法了！”我急忙扯住陆朝的胳膊，想把他往后拉，被姑姑缠上可就完了。陆朝，你快走！男生低头看着我胳膊上的掐痕，语气淡淡，神色却很认真：“别怕，温然，我会护着你。”警察叔叔来了后一听前因后果，直接把姑姑斥责了一番，让他不要再来骚扰我。他愤愤地转身离开，我知道他绝对会再来找我，变着法的算计着我的钱。可是现在我却顾不上他了，因为刚刚解决这件事情时，陆朝全程在我身边，他听完了我所有的不堪，我没敢去看他眼里的各色情绪，情绪恹恹地往宿舍走去。陆朝看我情绪低落，想说什么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只是默默地跟着我。他会怎么看我呢？会怜悯我吗？自己喜欢的人其实是个可怜虫，毫无长处，麻烦是一堆，保护我真的会保护我。按照陆朝的性格，他言出必行，但我依然觉得心里十分烦躁，内耗严重，对姑姑一家的厌恶之情达到了顶峰。不行，我得先解决了姑姑的事情，不然这将会是我和陆朝中间的一个大麻烦。还没想到办法，次日姑姑却得意洋洋地给我打来电话，她听说爷爷房子所在的那片城中村区域即将被划分成拆迁区，按照那个地段的价格，那将是天价拆迁费，我这个没良心的将不会得到一分钱，以后要和我老死不相往来。我平静地听完挂了电话，行吧，有了拆迁费，姑姑一家就更不会搭理我，甚至还会怕我去和他家争家产而刻意远离我，我求之不得。于是姑姑一家为了多分钱，用所有家产在老房子的基础上多盖出几层，这样按平方米算的话，拆迁费就可以多的好几倍。姑姑一家开心坏了，眼瞅着房子加盖好了，就喜滋滋等着拆迁分钱了。周围的邻居一看他家这样嘚瑟，立马跟风弄，结果等了好久都没有拆迁的通知下来。有人去打听了一下，却发现根本没有拆迁这回事。我姑姑傻眼了，那些邻居也傻眼了，然后那片沸腾了。我有次回老家偶尔路过时，发现姑姑正和邻居大妈又吵又打，喊着让我姑姑一家赔钱。原本表哥谈好的婚事也吹了，违规加盖的楼层还被要求强制整改拆除。总之最后一地鸡毛我独善其身。看着帮我排队买回一杯奶茶的陆朝，我没忍住问他：“我姑姑家拆迁的消息是你放出去的吗？”陆朝弯腰凑过来喝了一口，声音含糊：“不知道啊，我怎么会有这种本事？是吗？”我不确定，但也没多问，而是和他并肩往学校里走去。下午没课，要不要去看电影约个会啊？约会。陆朝脚步一顿，我低头在他喝过的奶茶馆上也喝了一口，然后轻踢了下他的小腿。对啊，约会去吗？不去算了，我找别人。陆朝动动喉结，眉眼春暖花开，和路边泛起新芽的植物一样清新。去，求之不得。我和陆朝偷偷谈起了恋爱，毕竟男同是种小众感情，我不想让别人多议论。他又恢复了每晚爬我床的惯例，只不过以往是装梦游，如今清醒不已。我沉溺其中，甜蜜不已。某次他打球回来，我从床帘探出头和他打招呼：“怎么才回来？”教练找我说了个事儿。他趁着大壮他们没回头
头，压着我的脖子接了一个吻，目光灼灼亲一下，一会儿晚上出去住吧。我含羞点头。陆朝摸摸我的脸，满意的回到自己的桌子前，找着什么。李大壮，我的体检报告呢？上次让你带回来的那个。哦，那个我上次放错，放到小然桌子上了。说着，大壮转头问我，小然，上次我不是让你帮忙放陆哥桌子上吗？你看完放过去了吗？他这话一出，陆朝整个人突然一僵，随即他唰的回头看向心虚的我，嘴角一勾，温然，原来你那天看过。我支支吾吾，我就翻看了一下，而且看完给你就放那里了，你好好找找。陆朝莞尔一笑，眸子漆黑，里面有着实质性的烫。没关系，不急，现在其他事更重要。下床穿鞋该出门了。我气若游丝的挣扎，陆朝天还亮着，那时间充足的很。我泪流满面，他不是人，他是魔鬼。